因为那个时候天天在画面上看到。因为我看到的这样的一套衣服在灾区里面啊，哇，就是穿梭，然后就去煮热食啊，然后提供一些生活物资啊给这些灾民，我看得很感动。灾区里蓝天白云穿梭的身影，打动了全国上下关心灾情的民众。其实大家不认识慈济是什么，但是他看到蓝天白云，他们心中就有一个依靠了，他就觉得不害怕了。同样是受灾户，慈济志工陈立珠一刻不停地支援家乡灾情，心心念念的是来不及抢救出来的志工服。交通管制的重重关卡下，蓝天白云是通行证，也是灾民的慰藉与依靠。大楼要拆了，我跟那个军人啊，我说可以陪我回去拿东西吗？兄啊，我跟他讲，一直说我的衣服在慈济衣服在里头，我只要我的慈济衣服。他说师姐，啊你就只要这一套衣服啊？我说对，因为对我来讲是很需要、很贵重的。这几个人卖呢？感冒啊，要不要开水？这个可以的。那你证件都没有拿出来？现在是在朋友那边。哦，都在他那边。他今麦的。1999年9月21日，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心碎的记忆。从安居乐业一夕之间化为乌有。慈济基金会在各灾区举办了共14场祈福晚会，鼓励乡亲勇敢走过伤痛，重建家园。但我们今天能够活下来，能够平安健康地坐在这，同时时序逼近秋冬，正言法师不忍灾民无家可归，长期栖身帐篷。灾后的第2天，很快地做出了替灾民盖简易屋的决定。这对一条路这边吧。无对，对，边啊，头前一条，这条坏路。我咧看的这地啊。从第一个工程开始到完成整个才花大概87天的时间汇集起来的力量那个在现场，到现场你会感受到整个社会的爱心全部集合在那里工程方面都不是专业。灾后历时3个月，慈济动员海内外志工共18万人次，日以继夜，投入大爱屋兴建的行列。1999年12月底，19个村1743户大爱屋至此全部完成。我们很高兴，因为看到大家又有地方可以住了。因为你没有一个住的地方，你要找工作做，真的很不容易。容易啊，出来啊！真好势谢谢你，很感恩，好像很幸福，很开心。对，真的很感恩，谢谢上人，谢谢上人。20年前，一场100年灾难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20年后，一场感恩茶会将当年大爱屋的老邻居重新找了回来。你就认真听哦，听这冬眠与大爱村的人，他们是怎么的回忆，怎么回忆当年。在我的胡子，我头一顿大多数较大的时阵，实在真辛苦。咱南投县有2000外的人会送我。外界给我们灾民那种深深的爱，满满的关切回首当年，没有人忘得了那一年、那些人和充满感恩的回忆。
我烫下了，我烫下我。买你包给哪？我这不切，我这不切喽，哎，这不切包给哪？来，弟弟，让我们做一下。本来想象中就是一个屋子，空屋嘛，就要的话你自己去张罗这样子的，连碗啊，连筷子啊，什么都有，真的是太有这个大细细拢感觉准备较足好。我们一个灾民怎么有那么有福报，可以去享受那些东西？为什么慈济人为我们准备的那么多钱，真是很感动。为了见老朋友一面，高龄82岁的黄水阿嬷排除了万难，千里迢迢赶了过来。我一直甲忙，一不一安尼嘛，一直甲忙看到我熟悉，我看到伊，我就安尼足欢喜。无我较足痛，无爱来呢。想要看咱这我就是拢想要来看这阵老朋友，袂说讲安尼上尾大家安尼斗阵。当年146户大爱村住民，虽然只找回了67位，艰难的寻人任务，却让志工带着满满的感动。门外的这个也跳起来，因为门内的只说师姐，你哪知我住你家门外的人就说我找到你啊，最好找到你啊。只简单的一句话，20年看你过了好不？两个人眼泪都掉下来，我也眼泪掉下来。这个我们那个421的时候做的一个影片，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真的都要很努力才能走过那一段很伤痛的过去，影响现在的希望。这个是我们当年小孩，现在已经长大了，可以回馈社会，来做营养师。20年前，我嘛是一个受灾户，不过经过这20年来。我们也是很认真、很拼、很奋斗，在做生意，在做工课。安尼，阮目前阮过了足幸福，阮的是大人嘛，拢过了足好诶。经过20多年啊，平平安安啊，都身体健康就我生。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说很宽裕。可是他们都很知足，靠着一天一天自己慢慢的努力。那我在这一群人上面呢，看到他们的努力跟奋斗。因为当年的那种创伤不是小创伤，人只要肯努力，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可以撑过去，一定可以迎向希望的未来。20年前，我是住慈济的大爱村，经过20年，我即马是主持志工大工做主席，过得真好，足快乐的。921大地震酿成惨重灾情，也共振出台湾人的爱心频率。曾经受过帮助的受灾者，也一一穿上蓝天白云，走向台湾社会角落，走向国际灾难的现场。可以啊，包太小了。往前点，再往前点，再往前点，再往前点，好，差不多了。接着走。也因为921世纪天灾，台湾救灾体系已经形成体制，加强在地震灾害时的救援能力。20年后，许多人仍忘不了刻骨铭心的那一年。
当时我大概才毕业第2年，那其实心里非常紧张，就是跟几个学弟一起开车到现场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觉得说，这哪是大楼，这只不过是大概6、7层楼建筑，怎么是大楼？结果后来回神之后，我才发现，其实它真的就是一个大楼倒塌的现场。然后当时我记得又累又渴，我记得我在东兴大楼的吃到第一个便当就是慈济的便当，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真的眼泪快流下来，真的。